地球磁场反转真的要来了吗？先别急，我们首先得弄明白地球磁场是怎么来的。地球能有磁场，并非理所当然。在我们旁边的火星和金星就都没有磁场，但地球却有，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。因为要是没有磁场，地球上当初很可能就孕育不出生命了。多亏了这个磁场形成的保护性茧，致命的太阳辐射被挡在行星表面之外，万物才能繁衍生长。要是没有它，那些辐射会破坏我们的 DNA， 引发基因突变和癌症。科学家还在努力弄清为什么有些行星有磁场，有些却没有。但目前主流理论认为，地核就像一个巨大的发电机。物理学里有个基础原理，电场能产生磁场，反之亦然。发电场就是这个原理，让磁铁穿过线圈就能产生电流，因为变化的磁场会对线圈里的电子施加作用力。同样，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，电子运动时也会在运动方向周围形成垂直的环形磁场。但这个原理在地核里的作用方式却是个微妙又复杂的过程。首先，地核至少得有一部分是液态的，幸好地球满足这一点。在地球中心的固态内核之上是液态外核，这里的压力不足以让物质保持固态，而且外核温度极高，最热的地方能到6000摄氏度，堪比太阳表面温度。再加上外核压力比内核低，这就足以让构成外核的铁和镍保持流动状态。越远离地心，温度越低，这就形成了环流。外核深处温度较高的导电物质会上升，冷却后再下降，形成物质流动的循环和电流。地球的电场就是这么来的。可问题来了，要是存在这么多流动循环，地球为啥只有一个北极和一个南极？按理说，产生的磁场应该杂乱无章才对吗？其实，这里有一种额外的力在起作用，它能把所有零散磁场整合起来，让它们指向同一个方向。这种力就是科里奥利力。发电机理论认为，科里奥利力会让铁水的流动不是直线升降，而是呈螺旋状。地球自转又会让这些螺旋缓慢旋转，形成巨大的螺旋弹簧状结构。因为每个弹簧的每一段都会在自身周围产生环形磁场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弹簧内部会形成一个稳定统一的磁场，全部向上流动，外部的磁场则会绕回来向下，重新回到线圈底部。简而言之，这就形成了我们如今熟知的磁偶极子，也就是北极和南极。不过你得记住一点，这个过程其实很不稳定，因为它依赖的是大量液态铁，本质上就是在里面晃来晃去，状态一点都不固定。所以地球磁场一直都有小小的波动和晃动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北极一直在移动。自从1831年科学家开始追踪北极位置以来，它已经慢慢移动了约1100公里，从原本加拿大的位置向北朝着西伯利亚挪动，而且移动速度还在加快，从每年16公里涨到了每年约55公里，涨幅特别大。但这可能就像陀螺旋转时偶尔的小晃动，虽然有点偏移，但总体还是直立的，和彻底反转差远了。可科学家确定，地磁反转以前真的发生过，甚至有具体数字。过去8300万年里，已经发生了183次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答案就藏在地球表面的铁元素里。当岩浆从地幔喷发时，里面会含有少量铁元素，这些铁元素能在熔融岩浆里自由移动，会顺着地球磁场的方向排列。但科学家发现，不同的地质历史层里，有些层的铁元素朝一个方向，另一些层的则朝相反方向。他们的解释是，地球的磁极整个翻转了。平均来看，这种翻转大约每45万年发生一次，但最近几次的间隔只有30万年。现在距离上一次地磁反转已经过去75万年了。你可能会觉得早该来了，有些人也确实这么说。但科学家发现，翻转的时间其实没什么规律。间隔最长的一次发生在白垩纪，持续了4000万年，而记录保持者基莫里反向潮期更是在3.12亿到2.62亿年前之间，整整5000万年没发生过翻转。科学家还在弄清反转的具体原因，但目前的理论认为，可能是地幔和外核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地核自转出现波动，这会破坏铁水流动的螺旋结构，让它们瓦解。接下来，地球磁场就不再统一了，反而会变得混乱无序，各个部分相互干扰。在这个磁场混乱不断变化的阶段，可能会暂时出现多个磁极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切会慢慢稳定，螺旋结构也会重新形成。但重新形成时的方向是随机的，大约有一半的概率，磁北极会出现在地理南极的上空，而这个重新稳定的过程可能需要1000到1万年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这真的会导致世界末日吗？答案就在磁极重新稳定前的阶段。这段时间里，地球磁场强度会降到目前的10%，甚至更低。理论上，这会让我们在宇宙抛来的太阳辐射面前变得脆弱得多。
可能会发生极光会出现在更靠南的地方，皮肤癌发病率会上升，卫星会因为防护不足被辐射烧毁电路，导致故障、停机，甚至慢慢脱离轨道坠落。电网会更容易被太阳风暴击中，可能让地球上大量人口陷入无电可用的境地。没了电和卫星通信，对全球文明来说会是毁灭性的打击，情况甚至可能更糟。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，地球磁场最近一次显著减弱就是拉上事件，这是一次持续800年的临时晃动，不是完整反转，导致澳大利亚发生大规模灭绝，包括巨型袋熊和巨型袋鼠的消失。像这样的临时晃动被称为地磁漂移，而不是完整反转，它发生时间更短，过渡阶段可能持续200年，这对物种来说更难适应。在2021年的研究中，科学家提出，当时地磁场减弱导致大气中放射性碳含量激增，这表明气候巨变导致了这些物种的灭绝，两者的时间线惊人的吻合。但说实话，情况好坏参半。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是，除了这项研究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地磁反转曾和大规模灭绝同时发生。很多次反转都悄无声息地来，又悄无声息地走，根本没影响动植物生存。即便在这项研究里，灭绝范围也很有限。研究人员没说这是全球性事件，甚至在拉上事件期间，只有澳大利亚受到影响，世界其他地区都没受影响。而且对全球社会来说，有个关键点，即便地磁变化以最快速度发生，也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。这个速度足够慢，让我们有时间适应新现实。要是卫星防护不够，我们能造出更耐辐射的卫星；要是太阳辐射风险变大，我们可以多待在室内，防晒霜也能做得更强效。就算不能完全消除癌症风险，也能降低。更重要的是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说法，即便磁场大幅减弱，我们也不是完全没防护。地球大气层本身就能阻挡一部分辐射，至少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太阳风与宇宙辐射的伤害。要让大气层的臭氧层被完全剥离，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1万年。当然，我觉得至少在适应弱磁场环境的过程中，肯定会有一些混乱。社会运行方式的重大变革往往伴随着痛苦，而且这并非完全是假设。过去200年来，地球磁场一直在稳步减弱，不过要让它完全消失，还需要1300年，所以磁场还有足够时间停止减弱趋势，没理由认为这不是一次临时晃动。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个南大西洋异常区需要警惕，这是地球磁场中一块已经出现明显减弱迹象的区域，覆盖了南美洲周边的大部分空域和邻近海洋。这个区域可能不影响地面生命，但危险程度足以烧毁卫星，威胁宇航员安全。哈勃望远镜每次飞越这里都得关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这种弱磁场区域蔓延到全球，那就是我们在磁极反转期间可能面临的局面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自从开始追踪这个异常区，它的范围就一直在扩大。这可能意味着2种情况，要么会出现另一次像拉上事件那样的地磁晃动，要么一场全面的地磁反转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即便地磁反转真的发生，也不太可能让我们所知的文明终结。虽然我们这代人大概率看不到反转发生，但对后代来说，这可能就不再是遥远的假设了。他们或许会亲眼见证这一切。